不知不觉我的频道已经开通获利1年的时间了。我记得当时我开通 YouTube 频道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加入 YouTube 的合作伙伴计划来赚取广告收入。当我收到 YouTube 给我的邮件时，我是非常兴奋的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对 YouTube 广告收入政策也有很多的疑惑，我也不是很了解。例如，广告是自动打开的吗？我的广告收入有多少？如何查看我的广告收入？所以今天这期影片，我不仅会告诉你我频道在开通获利1年之后赚取了多少广告收入，同时也回答一些大家经常问到的问题，也会告诉你一些方法和技巧来提高你的广告收入。不管你是正在努力达到获利的标准，或者是你已经开通了 YouTube 获利，又或者是你只是单纯好奇 YouTube 到底能够赚多少钱，这期影片一定会对你很有帮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如果你想更好的建立 YouTube 频道，你想在网络上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是完全免费的，把旁边小铃铛打开，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。首先，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能够获得广告收入？如果你想要在 YouTube 上获得广告收入，你需要加入 YouTube 的合作伙伴计划。而加入这个合作伙伴计划有一定的条件，你需要达到1000个订阅人数，以在过去的12个月之内，你达到了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。对于1000个订阅人数来说，没有时间的限制，只要你达到1000个订阅人数就可以了。而对于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 ，YouTube 要求你是在过去12个月之内达到这个时长。这个定义会给很多人造成误解，也有很多人会认为我的频道已经开通了1年多的时间，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频道没有资格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？其实并不是的，我们可以把这12个月的时间看成是一个时间区间。这个时间区间一直在移动，我建议大家是从现在这一天起往回算的365天。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区间内能够达到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，那么你就能够有资格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今天的时间是2021年的7月17号，那么我从今天开始往回算的365天，就是2020年的7月17号。如果在这个时间区间里面，我有积累到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，那么我就有资格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。在你成功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之后，你的影片就会开始出现广告。观众可能会在影片的开头、中间或者结尾看到这些广告，YouTube就是靠出售这些广告位来赚取收入。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当我开通获利之后，广告是自动打开的吗？是这样的，当你成功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之后，你所有的现有影片都会打开广告，所以你不要觉得可惜。如果你现在还在努力的达到获利标准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今后做准备。当你开通获利之后，如果影片有了观看量，就会生成广告收入。但是你开通获利之前的观看量是没有办法生成广告收入的，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没有打开广告，观众也没有办法看到广告。如果你影片有超过8分钟的时长，那么 YouTube 就会随机在你影片的中间插入广告。如果你没有手动的做调整，那么有可能就是 YouTube 会随机在你影片的开头1分钟就插入一个广告，这会很严重的影响观众的观看体验。所以我建议大家，如果你影片超过了8分钟，在你打开广告之后，你需要去手动的修改你广告出现的位置。现在我来教大家如何设置你的广告，并且调整你广告的位置。你可以来到你 YouTube 后台，在这里选择设置，这里我们选择默认上传设置，然后我们选择获利，这里就可以让你选择广告类型。这里有展示广告、重叠式广告、赞助卡片、可跳过视频广告和不可跳过视频广告。你可以选择你的影片里面要出现什么样的广告，然后这里可以让你选择在影片的播放过程中插入广告。如果你想要定制广告出现时间，你可以来到一部影片，选择获利，在这里你也可以调整广告出现类型。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管理插播广告，然后就可以让你调整广告出现的位置。你可以选择加入广告插播点，你可以在这里移动广告出现的位置。例如在这里我就选择了5分钟出现一个广告，你也可以移动另外一个广告出现的位置，这样你就可以手动的调整广告出现的位置。然后你可以选择继续。第3个问题就是，我们能够选择什么样的广告出现在影片里吗？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广告类型出现在影片里面。你可以选择可跳过的广告，这样就不会影响观众的观看体验。如果你选择了不可跳过广告，那么观众可能就要看半分钟到1分钟的广告才能够继续观看你的影片。如果有不耐心的观众，可能就直接关掉你的影片。但是也有好的一方面，就是你能够赚取更多的广告收入。但是你不能够具体的选择什么样公司的广告，哪些人的广告能够出现在你影片里面。
这些都是 YouTube 自己制定的。第4个问题就是每天的广告收入都是实时更新的吗？很多人都会很兴奋的去看自己每天的广告收入，但其实 YouTube 广告收入都会有滞后的。比如你今天的广告收入在明天的下午或者是晚上才会出现，所以你今天看到的广告收入是昨天的广告收入。第5个问题就是后台显示的收入都是属于自己的吗？是的。虽然 YouTube 的广告收入有分成政策 ，YouTube 拿走45%，创作者拿走55%，但是出现在你 YouTube 后台的收入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。YouTube 已经去除掉自己拿走的部分。你在 YouTube 后台能够看到2个指标，一个是 CPM， 一个是 RPM。CPM 就是每1000次观看，广告商需要支付多少钱，而 RPM 就是 YouTube 在拿走45%之后，每1000次观看你能够得到多少收入。第6个问题就是如何取出你的广告收入。YouTube 和谷歌是一起的，所以你的 YouTube 账户会被要求链接一个 Google AdSense 账户。在你申请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要求你这么做。他们会要求你提供一些信息，他们会寄一封信到你的住址，来验证你所提供的信息是否正确。之后你还需要链接银行账户，每个月 YouTube 的广告收入都会打到 Google AdSense 账户上。第7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取出广告收入。很多人都会关心自己在什么时候能够取出每个月的广告收入，在月初、月中还是在月末。每个月15号的时候 YouTube 的广告收入就会打到 Google AdSense 账户上，然后在21号的时候所有的广告收入都会打到你银行账户上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你7月份的广告收入在8月15号的时候就出现在你 Google AdSense 账户上，然后在8月21号的时候就会打到你银行账户上。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点，当你广告收入超过$100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取出你的广告收入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你7月份的时候获得$50的广告收入，那么你没有达到$100的标准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取出这个广告收入。大家也别担心，这个广告收入还是在你账户上的。如果你8月份的时候又获得$50的广告收入，那么总体加起来就是$100的广告收入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取出这$100的广告收入。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什么因素会影响你的广告收入。在你知道这些因素之后，你也能够知道如何提高你的广告收入。首先第一个就是观看量，这个很好理解。当你影片有更多观看量的时候，就会有更多观众观看这些广告，就会给你带来更多广告收入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提高你的广告收入，那么第一个你需要做的就是提高你的观看次数。你需要吸引更多观众观看你的影片，这样他们就会看更多的广告，给你带来更多广告收入。第二个就是观看时长，观看时长不仅能够影响你的广告收入，同时会影响 YouTube 上马推荐。影片的观看时长如果更长，就意味着观众更有机会观看更多的广告。例如一部10分钟的影片，总共有2个广告，一个广告出现在4分钟，一个广告出现了8分钟。如果影片的观看时长不高，可能观众只看到了4分钟那个广告，并没有机会看到8分钟那个广告。并且观看时长高，也有利于 YouTube 上马推荐。如果你影片能够让观众停留在这个平台上，那么 YouTube 上马就会推荐这部影片给更多观众，那么这就意味着有更多观众观看到这部影片，同时也能够帮你增加广告收入。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增加影片的续看率，你需要抓住观众兴趣，让他们观看更久的时间。我个人认为影片的开头是非常重要的，你需要在影片的一开头就吸引观众注意力。如果你没有办法在影片的一开头就吸引观众注意力，那么就会导致很多观众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离开你的影片。我推荐大家去看我的这部影片，能够教你如何为你影片开场，去吸引观众注意力。第3个因素就是 CPM 和 RPM。我们之前已经有提到 CPM 和 RPM。CPM 就是广告商愿意付多少钱，让他们的广告出现在你观众面前。影响 CPM 的因素就是你的影片话题、你的频道话题，像是生活类、家庭类、美食类的频道，他们的 CPM 在$3到$10左右。而电商、股票、投资理财类型的频道，他们的 CPM 会在$20到$40左右。所以就会很大差别，这会导致在相同观看量情况下，这些电商、投资理财、股票类的频道，他们能够赚取更多的广告收入。同时不同话题的广告收入也会有很大的差别。例如我的这部影片，它是讲亚马逊的，它的 CPM 就为$26.73，而这部影片是讲 YouTube 缩图的，它的 CPM 就为$7.95。亚马逊也和电商有关，所以它的 CPM 会高很多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提高你的广告收入，你可以制作更多高 CPM 的话题。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CPM 和 RPM 每天都在变化，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你的频道的 CPM 为$10，而第2天你频道 CPM 为$6，然后第3天你会看到你频道 CPM 为$15，它是每天在不断变化的。第4个因素就是有效的获利观看次数。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误解，
影片的所有观看次数都会有广告收入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只有当影片出现了广告，并且观众观看了广告，才会给你带来广告收入。观众只有看了广告的观看次数，才会被算成获利观看次数。例如，你有一部影片，它获得1000次观看次数，但是它的获利观看次数只有500次，那么只有这500次的观看次数才会给你带来广告收入。第5个因素就是时间。每当重大节日的时候，例如感恩节、圣诞节，广告商就会增加广告预算，去刺激消费，去进行促销活动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圣诞节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做 Vlogmas， 他们每天都会发布新影片，就是为了想要赚更多广告收入。接下来我就展示我在开端获利1年里到底赚了多少广告收入。我是在2020年6月22号开端获利，所以到今年6月22号，我总共获得了6281.6万美金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每天能够获得7美金、8美金。然后在这个时候，我的一部影片得到推荐，所以就赚取了很多收入。然后再慢慢下降，然后在每天10美金左右。然后在这个时候，我的收入开始增加，大概15美金、20美金左右。然后在今年的3月份开始，每天都是20美金左右，然后也慢慢增加。然后在5月份的时候，开始到了每天25美金左右。所以我总的 CPM 为10.02美金，我的 RPM 是5.77美金。然后我可以再来比较一下，我2020年的下半年和我2021年上半年我的 CPM、RPM 变化。这是我2020年 CPM、RPM 的情况。我 CPM 是9.2美金，RPM 是4.59美金。在2021年，我的 CPM、RPM 都有上升。CPM 是10.4万美金，而 RPM 是5.7万美金。YouTube 的广告收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收入来源，也是大家在坚持经营 YouTube 频道之后能够发展的收入来源。我相信有很多人并不满足于这一种收入来源。对于我来说， YouTube 广告收入是我通过 YouTube 发展多条收入来源的一种。如果想通过 YouTube 发展不同的收入来源，可以去看一下我这些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个赞。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频道。如果想和我更多互动，可以关注我 IG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